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耍猴人赴宴，见新娘走路有端倪，放6只小猴咬住新娘。古时候，有一名叫周万祥的耍猴人。周万祥和别的耍猴人不同，他从不会用锁链将猴子锁住，猴子如同能听懂人语一般，便会老老实实地听周万祥差遣。为此，民间称周万祥为万物通，意思就是周万祥能听懂万语，更能和万物进行交流。这天，周万祥正准备就寝之时，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周万祥朝着身边小猴递了个眼色，小猴会意，连忙跳下桌案，蹑手蹑脚地将门开了一个小缝。待看人来人面貌，小猴便是扭头叽叽喳喳地向周万祥比划什么。周万祥见状，这才笑眯眯地迎了出来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府上富商李老板的管家万顺。平日里，周万祥在街上耍猴卖艺，李老板没少照顾他的生意，再加上这李老板为人诚信本分，周万祥自然也会热情待他。管家万顺见到周万祥的身影，连忙拱手道：“周师傅，明日我家少爷大婚，少爷一向爱看您戏，今日特地前来邀您明日赴宴，顺便您和您的小伙伴露一手，我们少爷收到您的祝福，报酬少不了。”马留，管家万顺说着，连忙递给周万祥一个请帖，便匆匆离去。李老板的儿子李永年和他性格大相径庭，是个好读书的文人，年纪轻轻便中举做了官，成了临县的县令，为人刚正不阿，难得的一介清官。不过凡事有好有坏，因李永年的刚正不阿，后来也给他带来不少祸患，不过这是后话了。周万祥见过李永年几次，小时候贪玩，李永年常常偷溜出家门到街上看他的戏，看得尽兴了，再偷偷跑回去。后来被家里人发现了，便让周万祥亲自到家里表演。一来二去，周万祥也在李永年那里讨了个就称。马留，至于新娘子，周万祥也略知一二，乃是府上出身书香门第之家的娇小姐赵氏，与李永年青梅竹马长大，小时候也看过周万祥的马戏戏，说起来几人还算是有缘，所以免费吃个席，还能落点钱赚，周万祥也不觉难堪。第二日，周万祥带着请帖和6只小猴前去赴宴。门房瞧见小猴喜欢得不得了，小猴亦是朝其拜了又拜，门房一乐，连忙将周万祥引至上席。须臾，新娘迎接归来，在古时举行婚礼陪伴新郎新娘的人的搀扶下进入大堂之中。周万祥喝了口小酒，朝新郎新娘那边看了一眼，然而下一秒，周万祥眼神微变，宾相，他面不改色地远远望着新娘的方向，心中起疑。今日他打听过了，新娘正是那位娇小姐赵氏。赵氏出身书香门第，走路应当是端庄贤淑，可面前的新娘子走路却是左摇右晃，宛若男子一般。再看这身段，前不凸后不翘的，完全没有女人样。想着，周万祥便将目光转移到新娘双脚之上，的确是3寸金莲，但不仔细看发现不了，那新娘双脚拱起，正是大脚穿小鞋的样子。古时候的女子好裹小脚，再加上娇小姐赵氏出生于那样的家庭，不可能不裹脚。可面前的新娘为何？周万祥陷入了沉思，他认为这新娘有端倪，或许在暗地里新娘早已被调包，但这究竟是为何？一时之间，周万祥也猜测不出，只好是静观其变。须臾，礼毕，周万祥被管家邀请至大厅中央表演马流戏，而新郎新娘驻足在一旁观看。只见周万祥身边几个小猴纷纷身穿红袍，在周万祥的指挥下跳起了各式各样的舞蹈。那舞蹈滑稽无比，
引得众宾客哄堂大笑。此时，一个个宾客的目光都停留在这几只小猴身上，没有一个人注意新娘子的动向，唯有周万祥还惦记着刚刚的怪异之象，时不时地朝新娘那边看去。就在这时，周万祥发觉新娘手中寒光一闪，紧接着就要朝着身边李永年身上刺去。与此同时，周万祥朝着6只小猴大喝一声：“去！”6只小猴听令，瞬间缠住新娘，一个跳上头，一个撕扯她的裤腿，另外3只在其身上上蹿下跳。新娘被吓得惊声尖叫。周围宾客不知究竟发生了何事，吓得连忙就要上前帮忙，却被周万祥一把拦住。李永年此时也被蒙在鼓里，看到如此激烈的场面，焦急地看向周万祥说道：“万祥舅舅，您快救救他呀！”周万祥却是一动不动，冷眼看向新娘说道：“此人根本不是你的妻子，你真正的妻子说不定被他藏在了哪里。”新娘听闻此言，身子一怔，慌忙就要跑，却被身上小猴缠得更紧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新娘的盖头被周万祥一掌掀开，露出了新娘真实面目。只见新娘眼睛瞪得像铜铃，还有着一个大鼻子，十分丑陋，看这面相分明就是个粗糙的汉子。身边李永年见状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随即便问道：“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出现在这里？我妻又被你藏到了哪里？”那汉子见露了馅，也不再隐藏，竟是大喝一声：“狗官，你还我的命！”然而无论那汉子怎么甩手，都无法动弹，身上小猴一个个朝着他龇牙咧嘴。李永年见状毫不畏惧，连忙问道：“你弟弟是谁？本官一向为官清廉，从未害人命。”汉子冷笑一声：“无地大壮，可怜的大壮，长期受妻家压迫，抬不起头，他不过是反击了而已。那些人该死！我可怜的弟弟好不容易解脱，却被你抓了去，如今他命丧断头台，而你这个刽子手却开心地在这里娶妻。”李永年听闻此言，不禁笑道：“律法严明，你弟弟大壮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害人就要伏法，否则这天下大乱，这责任你能担得起吗？”说着，李永年连忙派人去府上报官。不一会儿，这大汉便被衙役带走，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。周万祥此时在几个小猴耳边嘀咕2句，小猴听令四散开来。片刻后，6只小猴围在喜轿面前，叽叽喳喳朝着周万祥叫。周万祥朝着李永年一拱手说道：“新郎官请吧，您新娘子就在轿子上坐着。”原来这喜轿中还有一个隔板，掀开隔板，后面正是被绑住的真新娘。真新娘找到，婚礼继续。刚刚众宾客受到惊吓，此时在观礼依旧是热情高涨。看着此时一对新人，周万祥带着6只小猴，由衷地祝福2人百年好合。后来，周万祥收到了一笔丰厚的报酬，一是马流系的钱，二是为了感谢周万祥及时出手相救之恩。作者：大福子，写在最后。周万祥常年与动物打交道，对一些细节肯定比常人要观察细微，这才看出了新娘的异常，同时救了新郎一命，他也因此收获了不小的财富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得知，万事皆有利弊，但做事只要无愧于心，福报自然来。今天的第2个故事，郎中看病，察觉小姐脉搏异常，他放50只老鼠逃过一劫。古时候，在遥远的大山附近住着柳氏一族，柳家人口众多，却都屈居于这座山周围。在柳家有着一个祖传的宝贝，听闻这宝贝能窥探未来，这宝贝形如大碗，因此宝贝的存在，柳氏一家避过了多次劫难，如今人丁旺盛，更是家大业大。都说盛极必衰，柳氏一族虽住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附近，
但却早已得到不少有心人的垂涎。为此，柳氏祖上传下来一个规矩，每100年就要用此宝贝观测未来。这天，柳氏一族迎来100年一度的家族大会。柳氏家主端坐于宝座之上，周围坐着的是家族中的长老，而台下则是一些小辈。柳氏家主简单说了几句，便开始准备窥探仪式。他先是将宝贝立于面前桌案之上，紧接着自取心头血3滴，放入大碗之中。随着一道道金光闪过，一些断断续续的画面出现在大碗上空。随着场景不断变化，柳氏家主的脸色也越来越不好。在这一次窥探中，柳氏家主看到了一场劫难即将发生在柳氏一族。他不禁将目光放在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娃娃身上，随即命令道：“今日起，这女娃娃不得再住在此地。我柳氏20年后将有大难，她必须寻到一有缘人，方可化解此劫难，否则我柳氏一族将不复存在。”转眼来到20年后，当年的女娃娃出落得愈发亭亭玉立。此刻，女娃娃柳月溪正在集市上东看看西看看，一会吃个这，一会吃个那，全然没有一点女子形象。跟在柳月溪身边的小丫鬟急得直跺脚：“哎呀，小姐，你究竟找没找到有缘人啊？还有3天就要到家主说的大限之日，您若再这么下去，到时候我们都没命了。”柳月溪却是全然不在意的摆摆手说道：“不急不急，缘分不可强求，若真遇到了，我会抓住；若遇不到，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”话正说着，柳月溪突然哎呦大叫一声，捂着肚子直喊痛，脸色也变得越来越苍白，手中原本捏着的糖葫芦也在此刻掉落在地。突如其来的变故将身边的小丫鬟吓了一跳，还没来得及询问2句，柳月溪便是一头栽倒在地，昏了过去。小丫鬟吓得连忙将柳月溪背回家，转头就准备到镇上找郎中。然而刚出来跑了没2步，就见一身穿粗布麻衣的小郎中背着药箱走过。小丫鬟见状，忙急走几步拦住了小郎中的去路。这小郎中名叫李浩运，家中世代为医，他更是自小跟着父亲学医，如今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。除了每日在街上收钱看病，他还会来到一些偏僻的小乡村中为穷苦人家义务出诊。今日正是刚出诊归来，准备到下一个村子里去，便被面前的姑娘拦了下来。李浩运见面前的姑娘气喘吁吁的样子，连忙问道：“这位姑娘，家中可有人生病？”小丫鬟连忙点头道：“小郎中，快随我回去看看吧，我家小姐快不行了。您要是给我家小姐看好了，报酬少不了。”李浩运救死扶伤，从未想过什么报酬，连忙说道：“姑娘，小生定会倾尽全力，先带小生过去看看。”话说着，李浩运便被小丫鬟一路带着7拐8拐走进了一个小巷子之中。不知走了多久，面前忽然起了一阵大雾。2人穿过大雾，眼前的景象却是骤然一变，原本破旧的小矮房竟变成了一个个十分宽阔的4合院。李浩运跟随小丫鬟进了一处4合院中，却发现这院中十分阴冷。不仅如此，李浩运还发现这人家还饲养着好多老鼠。李浩运看到这些，不禁浑身发颤，可想到自己的义务，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往前走去。走入房中，李浩运透过帷幔看到一倩影若隐若现。小郎中见那女子面部苍白，连忙扭头对小丫鬟说道：“劳烦姑娘将此线系于这位小姐手腕之上。”小丫鬟却是摆手道：“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还在乎那些规矩作甚？小郎中，你就直接看吧。”说着，李浩运便涨红着一张脸俯首而上，哪知却是触手冰凉刺骨。李浩运浑身一颤，下一瞬就见床榻上女子猛然睁开双眼。李浩运看得清清楚楚，竟是树童。而那脉象李浩运虽未见过，但想来也是异于常人之相。
李浩运吓得大叫一声，慌忙就要跑。可床榻之上的女子却是起身追了过来，速度极其快，两条腿一扭一拐，好似在地上游移一般。李浩运见到这场景，再想起屋外那些老鼠，不禁想到了什么，慌忙将老鼠从笼中放了出去。那老鼠出笼之后四散而逃，一时之间院中乱作一团。然而千钧一发之刻，那女子却忽然停止了脚步，朝着李浩运跪了下去。柳月熙当即掩面哭泣道：“小郎中，我知你心善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我族人一命吧。”李浩运见状，愣在原地，许久之后才哆哆嗦嗦地问道：“你究竟是何人？”柳月熙说道：“小郎中，不瞒你说，我并非人类，而是蛇妖。这些年，我们柳氏一族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，可上天却想要置我们于死地。今日小女特地想求小郎中，你帮我们一个忙，唯有你才能助我们度过此劫。”李浩运见面前的蛇妖并无恶意，便松了口气问道：“不知我该如何帮你？”柳月熙笑道：“你且过来些。”李浩运一脸迷茫地向前走了2步，紧接着就见柳月熙朝其吹了一口气，李浩运两眼一翻，便昏了过去。当他再次醒来之时，竟发觉自己躺在床榻之上，而身边的女子为着伴侣。李浩运吓了一跳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可无论他怎么想，都想不起先前的事情。此时他浑身酸痛无比，往被窝里一看，当时就傻了眼。就在李浩运诧异之时，身旁的柳月熙渐渐睁开双眼看向他。李浩运眼神闪躲，不敢看过去，只是支支吾吾说道：“姑娘，我也不知发生了何事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”柳月熙瞧他这般模样，不禁笑道：“好啊。”几日后，李浩运随柳月熙回到大山附近，见了柳氏一族。柳家家主雀跃着欢迎2人归来。此时再窥探未来，柳家已无大患。只不过跟在柳月熙身边的小丫鬟有一事不明，便在私底下问道：“小姐，那天你明明昏了过去，怎么又突然好了？还有，你不是不急于找有缘人吗？怎么你就幡然醒悟了？”原来那日柳月熙并非吃坏了肚子，而是她在那刻忽然做了个奇梦。在梦中，她看到了柳家未来发生的可怕之象，还有一白须老头告诉她说，唯有与善人结缘，方可避过大难。柳月熙醒后，就看见了面前的小郎中。她瞧这小郎中模样俊秀，更是一善人，这才贸然做了决定。没想到竟被柳月熙押对了宝。正是因为小郎中李浩运心善，在与柳家结缘，这才助柳家逃过一劫。至于柳月熙梦中的小老儿的提醒，或许是因为柳家虽为妖类，但却与人为善，这才得到善果吧。后来，柳月熙与小郎中李浩运结为夫妻，日子过得很是幸福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老狗门前求救，女子却出手灭了他，多年后方知其中真相。明嘉靖年间，万寿镇上有一名叫许秀花的女人，心地善良，相貌更是没得挑。然而如今她年过30都未嫁，有些好心的邻居想要给她做媒，却连连被许秀花拒绝。她说：“我都这个年纪了，再加上家里小孩一大堆，谁愿意和我一起养活这些孩子？”说到这，有人问了：许秀花没结婚，哪来的孩子？在这就要好好说道了。许秀花自小便是个孤儿，吃着百家饭长大，心里自然是明白孤儿的苦。长大之后便一边在外做活，一边收养了一些孤儿和外面流浪的小乞丐。就这样，许秀花年纪轻轻就成了8个孩子的娘。17、18岁的时候，有富家小子见许秀花貌美，想要娶她为妻。可听到许秀花还有几个孩子要养，便打了退堂鼓。一来二去，许秀花也就断了想要结婚的心思。如今15年过去，最大的孩子已经18岁，
最小的便是刚收养的小男娃娃，不过3、4岁的小孩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这天，18岁的大宝从外干活归来，见3、4岁的九宝正在院子里帮着许绣花洗衣服，不禁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九宝的脑袋，紧接着便神秘一笑说道：“小九宝，你猜大哥给你带了个什么礼物？”九宝见是大哥，连忙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歪头看过去，两眼亮晶晶地说道：“大宝哥，我猜一定是镇上刘叔叔卖的鲜肉包。”大宝神秘兮兮地摇了摇头，然而九宝猜了好几次都不对，心中不禁十分焦急，连忙蹦蹦跳跳的要往大宝身后去看，奈何大宝人高马大，九宝怎么也看不见。后来见九宝急了，大宝这才笑嘻嘻地拿出了背后之物。九宝看到这东西，兴奋地欢呼雀跃，随即小心翼翼地从大宝手中接过来，说道：“谢谢大宝哥。”大宝送给他的不是别物，正是一只黄毛小狗。听说是村上张大婶家老黄狗下的一窝崽里活下来的唯一一只。大宝担心九宝时常一个人玩耍太孤单，便免费到张大婶家当了1天壮劳力，这才换来了这只小狗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九宝对这只小黄狗爱不释手，几乎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它，有一口吃的就会分给小黄狗一点，就连睡觉的时候也不撒手，一人一狗形影不离。有了这只狗的陪伴，九宝夜里也睡得十分香甜，睡眠时间亦是越来越长。一开始许绣花还感到十分欣慰，九宝这孩子其实是有爹娘的，出生于富贵人家，只因腿部有顽疾，便被家里人扔了出来，寒冬腊月的，所幸遇见了许绣花，不然九宝这孩子非得冻死不可。许绣花刚把九宝带回来的时候，九宝总是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每晚重复做着噩梦，睡眠时间也非常少。如今见九宝睡得香甜，许绣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然而渐渐的，许绣花发现九宝这孩子不太对劲了，有时候一睡就是一整天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这天快中午了，许绣花见九宝还在沉睡，便前去晃了晃他，叫了近半炷香的时间，九宝这才缓缓睁开双眼。许绣花松了口气，便说道：“小九宝，你可快吓死娘了，起床吃饭了。今天你二宝哥带回来1节腊肉，香得很。”九宝连连答应几声，在许绣花的催促下起了身，然而脚刚沾地，竟是一个不稳，栽倒在地。许绣花吓得慌忙去扶，见此时九宝面色发白，许绣花焦急地问道：“九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九宝有些虚弱地摇摇头说道：“娘，我没事，我就是好累好困，休息一下就没什么了。”许绣花不太相信九宝的话，连忙跑出去找到村子里的赤脚大夫，请求大夫前来看看九宝的病情。然而赤脚大夫来了，却瞧不出九宝身上有任何疾病，只是说九宝这孩子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最近累着了，缺乏睡眠导致的体质虚弱，多休息休息，吃些有营养的东西就行了。许绣花不禁一愣，九宝最近明明一睡就是一大天，睡眠充足，更没有干活，怎可能像赤脚大夫说的那样呢？许绣花正想着，便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，门外站着的正是村长夫人。许绣花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便见村长夫人怒气冲冲地跑进屋中，四处翻找着什么，紧接着又跑到九宝床前，不由分说地将其拎起来质问道：“小孩，你把我家鸡羊都藏到哪里去了？”许绣花见村长夫人这般，连忙劝说几句，问道：“村长夫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村长夫人没好气地瞪了一眼睡意沉沉的九宝，随即轻蔑地说道：“许绣花，瞧瞧你带回来的是什么人，分明就是一个怪物。”原来就在昨夜，村长夫人出来小解，听闻院子里有窸窸窣窣的动静，
便壮着胆子走了过去。只见有一小孩子蹲在自家羊圈之中啃食着什么，村长夫人吓得大喝一声。那小孩子微微一愣，随即扭过头来，就见竟是许绣花家的九宝。然而这九宝此时此刻正啃食着一头羊。村长夫人吓得大叫，九宝似乎受惊一般，手脚并用地奔走而去，动作如同行云流水，就像一条身形矫健的狗一般。听完村长夫人的描述，许绣花觉得不可思议。村长夫人，夜里漆黑无比，您怎就确定那是我家孩子呢？再说了，我家孩子一整晚都在睡觉，怎么可能跑到那里做那样的事情呢？此时村长夫人也不太相信自己说的话了。看九宝这孩子这么小，要真做出那样的事情，也不会跑那么快，难不成是自己眼花看错了？村长夫人这事儿过去没多久，又有一人找上门来，讲述的事情和村长夫人那天讲的差不多。一开始许绣花并不相信他们所说之言，但架不住找上门的人越来越多，许绣花这才心生怀疑，便将此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宝。大宝有些狐疑地望了一眼九宝那屋，低声说道：“娘，是真是假？我们晚上看看就知道了。”到了晚上，许绣花和大宝假意睡下，但其实一直都在窗缝偷偷看着门外的动静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许绣花二人就发现九宝那边的屋门被打开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屋门口。不一会儿，九宝便在二人的注视下飞快地跑了出去。二人对视一眼，来不及多想，连忙轻声开门追了上去。就见此时九宝手脚并用，一下子跳过隔壁邻居的围墙，跑到羊圈之中，大快朵颐了起来。九宝这般举动将二人吓得够呛。待回屋之后，大宝不禁开口说道：“娘，九宝的状态不对劲啊，他以前从不这样的，难不成是被……娘，这么下去也不是事儿，不如我们去道观请来王道长看看吧。”第二天一早，许绣花二人便前去道观，将此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道长。王道长蹙眉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现在还无法断定，且待我晚上看看，我才能有结论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在这边准备准备，天黑之前我去跟你们会合。”傍晚时分，王道长如约而至，如同前一晚一样，三人偷偷摸摸趴在门边向外看着。待到月黑风高之际，九宝屋门再次打开。王道长的视线停留在九宝身上，紧接着他不知看到了什么，瞳孔猛地一缩，九宝身上此时缠绕着一股浓浓的黑气。王道长大叫一声不好，随即猛地冲出门外，一把桃木剑朝着九宝身上刺去。九宝躲闪不及，嗷的大叫一声之后摔倒在地，紧接着那团黑雾急窜而走。下一瞬，小黄狗从门中飞奔而出，王道长也跟着跑了出去。须臾，王道长折返，再看向九宝已无大碍。王道长缓了好一会儿，这才说道：“九宝是被恶犬灵迷了，那恶犬灵实在是狡猾，将自己和九宝互换，再出去作案，常人根本无法发现。如今那恶犬灵在我手下侥幸逃跑，虽受重伤，但也有卷土重来的可能。这桃木剑给你，危险之际可护你周全。至于九宝，你们不必担心，大概明天就可痊愈。”王道长说完便匆匆而归。此时大宝心中满是愧疚，不禁对许绣花说道：“对不起娘，那黄狗是我带回来的，我若是没带回来，想必九宝也不会遭受如此大难。”许绣花却是摇头说道：“此事不怪你，坏人脸上也不会写着坏人二字，更何况是一只狗。你将它带回来，说起来也是幸运，不然那恶犬灵不知要作怪多久。”后来九宝的身子渐渐好转，一日夜里，九宝正睡着觉，忽然听到一阵犬吠之声，他兴奋地跑出门外，打开门，正好看到几日未见的黄狗。黄狗此时浑身是伤，
可怜巴巴地望着九宝。九宝正欲上前之时，许绣花拿着桃木剑匆匆而来，随着一剑劈下，黄狗嗷一声化作一阵烟雾消失不见了。这样的场景可把九宝吓傻了，他一心认为自己心爱的黄狗是被许绣花所害，好多天都不理会许绣花，直到后来长大一些才知道当时许绣花的良苦用心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坏人不会在脸上写着坏人二字，善良的人最容易被骗，因为很多人都带着善意去看待这个世界，所以对一些坏人就没有防备之心。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有时候我们的善良也要带有锋芒。后来许绣花在几个孩子的劝说下，与一心地善良的木匠结为夫妻。随着几个孩子一个个成了家，属于许绣花的孩子也降落在人间，只是他们依旧用自己的爱温暖着孩子们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